好，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去用 AI 去写自己的第一个量化交易策略来做自动化交易，不需要懂任何的 coding， 也不需要懂回测框架要怎么写，因为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那因为在上一支影片，在1个月前我有提到这个 AI 了嘛，我们用 OpenClaw 来写了这个，今天你看到这个比较相对完善的一个我自己在用的一个 Agentic Research， 那个 Agent 会直接从我的这个知识库，就是这里，你看到这里什么密密麻麻的，红色、青色，青色代表知识点，红色是他曾经做过的 Alpha Research， 蓝色是他曾经学习过的一些关键的一个 concept。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全部是交织在一起，也就是曾经说我做了一些 Alpha Research， 或者我做了一些 AI 自己 study， 或者是自己领悟到一些新的道理，它都会在这边产生交织，形成你的属于自己的一个信息茧房跟知识库。那这个知识库当它够丰富的时候，那 AI 可以从里面去针对你什么东西是能 work 的，什么东西是没有效的，它能够从中去累积经验。也就是说，你用的越久，你的 AI 也就会越聪明，它就能够更高概率可以帮你去找到真的在市场当中能够 work 的这个 Alpha。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看完，我们会一步一步教大家我们怎样去做到。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出版，因为你现在看我这个自己在用的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已经先把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功能，我全部已经搬在这个我们叫 NarrowBrain 的这个平台上面。那这个 NarrowBrain 呢，已经把我们过去4-5年累积起来的下单系统啊，我们的 Order Management System， 然后我们的这个 Portfolio 的 Allocations 的那个 method， 你要怎样去做下单，然后要根据你的这个配比、你的这个配置，然后去很自动化的数学化、数据化的去做下单，然后也会就是有涉及到，你可以看我们这里有所有的链上的数据库，比如 Amber Data， 这个是关于期权的数据，然后这是 CryptoCoin 关于链上的数据，还有 Glassnode 也是。那如果你一般上如果你要用 Cloud， 你也可以写你自己的属于的那个回测框架也没有问题，但是你不确定它写那回测框架是不是有 Load-Ahead Bias 还是 Confirmation Bias 来导致说你感觉那个策略很好，可是到最后跑的那个策略是没有办法用的。那过去4-5年我们包括下单系统还有回测框架这些，我们全部已经 pre-train 了，给到这个我们 NarrowBrain 的这个 AI。那这 NarrowBrain 这个 AI 如果先就是开放给大家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的功能，目前我们把知识库的这个功能我们也已经开发在了里面。OK， 这个是知识库，如果我们点击开来，跟刚刚那个框架是有一点类似的。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策略啊，或者是不同的知识点，它都会在你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它会逐渐的去丰富化它。那丰富化它还有更多的 context， 它在开发策略的过程当中也会走得更精确，然后找到你要的这个结果。OK， 那第一点知识库，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现在可以第一次用你的语言理解，因为通常我们真正在量化交易里面决定赚钱与否的是你的思路是不是真的是贴近于市场的底层逻辑，你在描述的那个画面或者是描述的那个特征，到底市场当中是有什么驱动，有什么因子驱动？那如果你脑回路里面你已经有这样子的认知跟知识的话，那你可以直接input 去给这个 NarrowBrain 这个 AI，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回测报告。那如果我们点击进去，这里是我们所有测验过的这个strategy。OK， 我们点击进去，我们可以去看它这个报表。而现在呢，我们把 NarrowBrain 最主要的3个功能，也就是知识库，然后能够用语言去描述你的策略，把它变成一个可回测，然后有一个数据化的这个结果报告，让你去判断说这个策略是真的能赚钱，还是它只是过度拟合，还是它根本就不赚钱。可以很快的5分钟之内就可以去得到一个结果。那第3呢，就是我们可以做 deployment。OK，deployment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把你这个策略你找到了，它数据不错，你想要去测试去跑，给它去做 paper trade 模拟长线，在跑车的时候数据也不会好像丢失啊，或者是有 delay 延迟这种问题的话，就代表它是准备可以上实盘。那你实盘的话，你可以跑你自己的 Bybit、Binance、Unix whatever， 只要有 API 的话都能做得到。所以主要先做这3个步骤，而这3个步骤因为它有数据库，然后还有你所有曾经跟 AI 聊过的一些策略，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之后，它都是以我们过后会放的那个 Agentic Flow， 让 AI 可以自己产生 AI 的 Alpha 想法，然后去自己做回测，然后自己去出报告，自己去做判断，说到底要不要去做模拟仓。而至于要做实盘，当然还是要人手去判断啦。OK， 因为毕竟是真钱嘛。那如果是虚拟仓这些东西，它都能够自动跑、自动去回测，然后去验证，然后甚至就提供你一个报告，你就每天去读报告。然后你的工作来说，你的品味选择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所有的技术 technical 的这种skill 已经变得扁平化了，所有人也懂得 code， 因为 code 已经不是一个 barrier， 所以它不像以前你要学会量化交易，你一定要学会怎么 code 了，你才可以去找好的策略去验证。可是现在不需要，因为本来做交易赚钱与否的那个关键是你有没有好的一个策略思路。那现在有 AI 这个加持之下，因为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 ，AI 开启了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处
处理逻辑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回到670年代，回到 Jim Simons 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认知到说，反正在金融市场就是无数的数据，如果我可以从这些数据用数学的方式做统整去做统计，然后能够规整到一些可持续性的一些 pattern， 就是那个重复性的一些规律的话，我就能够赚钱。那当时候在华尔街里面，很多人是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的。可是因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来讲，这个东西是 work 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成为了这个量化交易的鼻祖。而他的基金就是 Medallion Fund， 就是大奖章基金，就是从80年代一直到2000多年30年之间，每一年的复合式成长是66%。OK，after 跟 investor sharing 的时候还有40多%，而且是复利增长。复利增长也就是每一年它都是这样子 compound， 以66%这样子的 compound 去。那现在来到一个新的一个奇异点，也就是 AI 出现的。以前电脑的时代，对它可以比人算得快，而且有更好的记忆力，能够处理更多的数据。那在现在来讲，除了数据运算之外，你还能够处理逻辑。也就是说，它不只能够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能够 make sense 的，变成 coding， 然后把它回测出来找到结果。它同时还具备了，就是它能够自我迭代，因为它能够理解你的语境，然后它可以从这些知识点跟逻辑的规律当中去总结自己的一个理解跟心得，然后从这边它就可能会找到一些本来你靠自己的想法你也想不到的 alpha。因为今天我们如果要去学一个新的知识点，学一个新的模型，学新的一个交易技巧、策略思路，我们都要靠自己人手读。那我们可能读要花3天、2天、1天，可是 AI 的话，你只要花5分钟，甚至它就可以成为你最好的老师。你有什么不懂，在回测的过程当中，它给你的任何 response， 它提到了一些新的关键字，你不明白，你也可以马上问。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以前的那个时代，逻辑是人给的，你打的所有的代码，你只是交给电脑说，你按照我这个逻辑、这个代码去跑 ，OK， 我要处理这个数据回测等等。但现在不一样，现在 AI 可以帮你处理逻辑，也就是可以帮你处理知识点。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刚才说品味很重要？品味也来自于说你的认知，而认知又来自于好奇。所以我时常提到说，如果你要在这个领域你要做得好，甚至不用讲说量化，在 AI 这个时代你要做得好的话，就是你要对 AI 的用法够熟悉，对它足够好奇，去跟它熟悉，去用它，然后去理解 AI 是怎么运作的，那你就可以把它用得很好。OK， 那除了认知之外，那第二个点就是你的思路 ，OK， 或者是你的思考模式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思考模式是错的话，那你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小学生的一个问题。你给一个小学生的问题给 AI，AI 也会给你小学生的这个回复。所以我们时常讲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其实 AI 不外乎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处理逻辑跟处理语言的一个算法系统。那如果你给它的那个 input 是烂的，一样你给它烂的东西去算，它也会算一个差的东西出来。所以在 AI 时代里面，你要足够保持好奇来提升你的认知之外，第二，答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问题变得更重要，也就是你的思路，你要怎么去想一些人家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OK， 我就打一个例子，今天你有 AI再聪明都好，如果你随便问一个问题，帮我找一个 BTC 的策略能够赚钱，它大概率会给你一些什么均线、10、20穿线，然后买入的这些策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策略是不符合底层逻辑的，因为它不是真正驱动市场波动的一个主要因子。那如果你对于市场有认知，你知道价格会上涨，可能是因为链上数据的一些转账的一些活动导致它拉涨。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问对问题了。OK， 当你会问问题，它会给你的答案就是去到那些更符合市场、更符合世界运作模式的一个答案。这是我想要带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OK， 虽然我讲的有点啰嗦，但是如果你还留到这边的话接下来就是我给你看怎么做实际应用。因为刚才那些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要有以这个前提去看待 AI， 那你的视角也会不一样，你对待它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你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真的是觉得，虽然很多那些大厂 AI 的这些老板都会说，我现在看我的公司的员工的指标，就是谁用的多更是最多的，我就当做我就会觉得它是好事情。但是当然，无谓的也是花多根而不去在意结果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多根的这个使用利用的有效的话呢，这个是非常对你来讲就是如虎添翼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个 Narrowbrain， 我直接跟他讲，我要抄这个 Twitter 的想法。那这个 Twitter 的文章是来自于这个博主 ，OK， 这个大叫 Murphy Chen。那这里有提到很多这些理论逻辑，这些就是真正有逻辑支撑的一些观点，而且还有附带图片。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链接直接 paste 给 Narrowbrain， 然后我跟他讲一些这些 prompt，OK， 这些 prompt 呢，我会在每个星期二我会在 Discord 里面做直播，那么你可以免费加入之后来听这个直播，然后我们做交流。因为毕竟 AI 还是很新，我相信也是有观众朋友可能会用的比我还深入，我们来做交流，彼此学习。那这些 prompt 我也会在这些直播里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发
发给你们 ，OK， 来去帮助你们可以更快速的去用 AI 啊。OK， 不只用 Narrowbrain， 你要用靠那些 whatever 也可以，只是这些第三方的这些系统，他们没有这些数据库，没有 data source， 也没有这些经过验证的这些回测框架跟下单系统。OK， 那个是可以自己判断。那我就 paste 了这个链接，它就跑，OK， 它就出了 ，OK， 还 extract 了它的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照片，那就根据这些照片啊，还有包括它的论点，它去做分析。OK，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它就做 proceed， 它就开始写代码了，它就可以看到它拉了什么数据，这些都是从 Glassnode 里面拉的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跑，过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回测的这个图。当然这个回测图没有很漂亮啊，但是在5分钟之内我已经得到了这个结果，我也可以快速的去验证说这些所有的 informations， 你可能从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策略思路，推特上面看到的一些策略思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那你可以直接用数据回测是最准的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每一个月的盈亏状况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盈亏分布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分析报告，它的这个 Sortino ratio 是 1.62， 夏普比率是 0.98， 然后这个 IS 的意思是 in sample， 也就是我们就是你好像考模拟考这样子。你考模拟考，你先知道你要用什么参数啊，用什么样的模型，然后真正的考试里面，就是我完全没有看过这组数据的，我去给他盲考 blind test， 而他跑到的 Sharpe ratio 反而是进步了 1.13。那基本上 Sharpe ratio 如果是正的话，那都是赚钱。那如果是 E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平均用1块钱的风险来换1块钱，所以这边有差不多多了一个 0.13那个 H， 它没有到很好吧，初步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就这样做一个初步的研究，我还没有去做任何的 optimizations。这 optimization 的话，这个视频如果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太长，我会在直播里面或者在往后的影片慢慢跟大家更新。但是 optimize 了之后，它这个 Sharpe 可能可以去到从这些 1.13 可以去到 1.5、1.6 甚至更高。然后这些就是它的回测报告，然后它还可以去帮你分析每一轮牛熊啊，它自己的一些特征是什么。然后如果去我的这个 strategy dashboard 里面，我去找这个 alpha 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看到它的盈亏，然后可以给我看每一个细节到底它每一个时间点它是赚还是亏，它的那个进仓是进多还是进空，E 就是进 long， 负 E 的话就是进 short， 0就是说它就是没有持仓。所以全部东西都不是黑箱，很多现在的 AI 都是跑黑箱，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赚钱，为什么亏钱。在这里的话，全部是有根有据，然后你可以全部看回去啊，这里全部是你的这个策略库。那比方说我们很经典的一个策略叫做 Coinbase 嘛，这个大家可能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策略。O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众所周知的这个 factor， 这个叫 Coinbase Premium Gap。然后我就是很简单的跟他说 ，Please help me to backtest Coinbase Premium Gap，that's it。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找拿你的数据啊，然后他自己去 search 说他要用拿你的一个，我们跟他 define 说我们要 backtest 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找，然后这边就会生成了这个 equity curve，OK， 也就是资金曲线，也就是你的这个策略的这个绩效是如何。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虚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acktest forward test 像刚才一样。那你可以看到 forward test 它是否还是有没有很大的 drawdown， 还是继续赚钱。目前这样来看是差不多赚了一点点 ，OK， 没很多。OK， 当然需要优化，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去优化它任何的一个参数，也没有去做任何的 regime shift filter 这些等等的。但是很快，好像包括我要叫它 plot 一些 heat map， 就是它的 money return， 然后或者是好像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你不知道原来这个因子是可以赚钱的，可是你可能去到它的好像一些 OK，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叫 Glassnode 的这个数据源，这个 endpoint 叫做 Market/Spot Money Flow Index。So， 可是我不懂这个因子是否有用，或者是我觉得它这个叙事也有点复杂，我不明白。我也可以直接丢去 Narrowbrain 这边，我这边有尝试测试的一个案例。OK， 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的 prompt 就跟他说 ，OK， 我现在要拿这个叫 Spot Money Flow Index， 然后它的这个 API 的 endpoint，OK， 然后它的这个 description。OK， 这 description 就是说这个数据是看什么东西，基本上我是这边直接 copy 过去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直接 copy 过去一模一样在这里。然后下面我自己写了一些我的 constraint， 我的 prompt 要怎么去给它去限制我要的 outcome 是什么。比如说我再要去做这个因子的分析，我要确保它 AI 能够明白，在做这个因子的时候，它能够理解它是有什么样的切入点可以把它形成一个策略，然后它是符合逻辑的。那我就要 study this factor and create an alpha story that makes sense and design the backtest config accordingly to prove。whether it is a profitable alpha strategy。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写我们的这个信号，我们要怎么去让它触发，然后变成一个可进可出、可以 long 可以 short 的一个信号。所以因为每一个数据源它的因子、它的那个构造结构都不一样，有一些是有正负号的 ，OK， 或者是有一些是连续性，比如说像 open interest， 它就是连续性的嘛 ，OK， 就是上下，它是没有负数的。可是有一些它是有它比如说 net flow 就是净流入或者净流出。那么净流入的话它就是 positive value， 那净流出的话就是 negative value。然
然后包括说可能有一些 data structure 它是 non-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是 heavily skewed to 一个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还是它本来是一个属于 log normal 的这些数据结构，那我们都需要针对性的去给它去选合适的模型来去处理这个信号。因为为什么需要模型，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因为当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找这些因子的这个异动。那这个异动如果突然间 spike， 那抓特征，抓这种突然间跳动 spike 的这种特征也有它的 model。那有一些是mean drift， 你要抓它 mean drift 这个特性，就它慢慢去到一个高点。那这种如果你要抓 spike 就抓不到了，那你需要用另外一个 model。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OK，choose a signaling model to accurately capture the data factor anomalies or signal that serve the alpha story context，OK， 也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alpha hypothesis，OK， 或者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逻辑，让它 AI 自动去匹配它的这个 model。而这个 model 的话，其实我自己有 pre-train 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如果大概给你们看的话，大概会长这样子。所以我这边在这个我的 brain 里面 ，OK， 就是这个 knowledge base 这边 ，OK， 有这个 brain 在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的 brain 里面有这个有 method 啊，有 strategy 啊 ，pre-processing signal 这些，就是包括在 model 竞速场逻辑。那给大家看一个总览，大概是长这样子的。所以它会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数据的属性，它会给你它分析之后适合的一些模型在这里。所以呢，它就会自动在这边自己去做。刚刚来这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去匹配适合的那个 model。那在 optimization 的时候，就是我会去优化我的参数，去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进入场的一个时机点。而且我还会特别注明，就是 choose the param range that have a high-length plateau to ensure the param selected is not by luck and get a stable and profitable. So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the same setup as the backtest config and still make it profitable。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 optimization 不只在 backtest 里面 work， 也要在 forward test 里面 work。Alright， 这样才有意义嘛？因为你在真正交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 forward test 然后我的 entry 还是 logic 啊等等，我们可以做 long 而已或者 long short 而已都行。然后 backtest period 2020年到2025年，我们讲我们 trade 在 BTC 然后 Binance 上面 ，OK， 他就去跑 ，OK， 他就去拉了各自的数据，然后他自己产生了他自己的一个 alpha story 跟假设，他理解到哦，当这个 MFI 开始跌的时候 oversold。它会有 capitulation 和 selling pressure，so seller are exhausted，mean reversion bound is likely。也就是说，他根据这个 description of 他的这个 research 之后，他的讲法是有一点像是做 RSI 的这种做法，就是当 oversold 的时候，他去买回就 mean reversion， 然后买就是 overbought 的时候，他去 sell， 然后他 counterparty 就是谁在亏掉这笔钱或者谁在赚这笔钱，就是要因为交易就是零和游戏嘛，到底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信号当中谁在亏钱，然后谁在赚钱，然后 structural edge 到底这个逻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优势或者是期望值 ，why it should persist， 就是它为什么能用，为什么它是能够符合逻辑的。After 它有了这些 verdict 之后 ，verdict 就是 AI 的 judgment， 它自己的判断之后，它就自己去写了 ，OK， 我要用这个数据源 ，OK， 然后我是 trade 这个 assets， 然后它这边总共是有3×2的一个组合，之后它这边有3个 as entry as logic， 它这边还有问我一些细节，我说我要做全部 logic， 所以总共是3×2，so 3 logics 2 models， 所以总共就有6个组合。那这6个组合我什么 code 都不用写，总共有768个不一样的组合，它这边就去跑了，它跑，代码也给你看，然后最后呢它就跑成绩，我们就直接看成绩就好了，不然太啰嗦。OK， 就跑出这样子的一个图。OK， 然后他跟你分析哦，这个 Sharpe ratio 2，然后 forward test，OK， 这个没有很好。OK， 所以他这里是 back test Sharpe ratio 2，然后 forward test， 然后 total return 240%，drawdown 多少，这边全部 show 给你看。他还跟你显示他是怎么选 parameter 的。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种整大片都是绿色的，因为整大片绿色就代表我今天如果因为毕竟市场不会是固定，它不会永远就停在这边，有可能赚钱的那个点位会在这边或者在这边，所以你的这个范围越大，就代表你赚钱的这个几率跟稳定性也会提高很多。然后过后我还去叫他做了一个 rolling walk forward。OK，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我是拿它的，我就拿 ，let's say 我拿6个月来 train， 3个月来去做 forward test， 然后这还会轮动的嘛，3个月这样的 step size 这样轮。假设我回测一个4年，那它3月这样子，一年有4个3月份嘛，4年来讲的话就是16个 step size。重点这16个 portion， 它倒是全部拿这些 forward test 的这个 portion 16个片段全部连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些全部是 pure forward test， 所以我要拿到一个最真实的号码，所以它就有做了这些等等的这些 analysis。OOS 就是 out of sample， 所以它就是全部是 forward test， 它就给你看它是不是都是还是呈上涨曲线，然后每一个年份每一个切片，然后最后它的结论是 after 做了一系列 optimization， 它的这个 CV sharp 就是我刚才讲到 rolling walk forward， 它有1.44。
所以1.44来讲的话，还是一个比较 solid 的一个策略。所以1.44 Sharp Ratio 这个策略还是算蛮不错的。所以 MDD 就是17.5最大回撤，然后它的 Back to Forward 就有更好的进步，而且你看 Positive Fold 有5个，所以这个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做了一点点的 Optimization， 然后这样子就生成了一个可以用的一个 Alpha， 然后 Alpha 就是策略的意思啊。然后比方说这个 Exchange Net Flow 的。也是一样，你要叫他做画什么图都可以，就怕你想不到而已。OK， 比方说我们去找我们的 Net Flow，OK， 我跟他讲我要做这个 ，OK， 我的 formula 全部我跟他讲，然后一样很快速的一个 prompt 里面，它就是直接出5.5分钟时间 ，draw down whatever， 跟这些典型的啦，这些典型的图它都会直接 in output 给你吧。如果你要去找一些，叫画一些比较特别的图啊，因为以往的话你要画这些图哦，你要去 refer to Stack Overflow 啦，或者是另外问 ChatGPT 再 copy paste 过来，which is 很麻烦，因为你 copy paste 的时候，它没有你的 context， 它也不懂你有的数据，比如说你 backtest 这些数据它完全没有，所以你还要自己去换里面一些元素是比较麻烦。但是在这边的话，你只要指令下去，因为它有了 context， 它直接可以按照你曾经做过的 research 的数据，然后去帮你直接做一个能够出结果、出图的一个这个 reply。OK，so 这边做一些 optimization V1 V2。OK，so total return 118%。OK，Sharp Ratio 低了一点，因为它 draw down 很大 ，draw down 25。然后这个是21年到22年，然后这个 recovery 有833天，所以这个其实这边是有 alpha 的，可是它还没有做好我们的优化。OK，so 这样子你也可以很直观、很诚实的可以看到到底这个策略是赚钱还是不赚钱。你直接看这些数据你就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策略了。其实，说这个策略没有比上2个这样好啦。OK， 所以基本上可以放弃掉它。OK， 或者是最后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觉得我知道 Open Interest 啊、Market Cap 这些都是跟市场强相关的。其实如果我们要做交易的话，我们有 Go Sample Size， 那 Open Interest 这些都是比较实时反映市场当前的这种博弈的状况。所以我就讲 ，OK， 我知道 Open Interest 可能有 Alpha， 可是我不知道要用什么切入点，所以我就问他 ，OK，use Ethereum Open Interest and Market Cap hourly data to deduce 3 different Alpha formula that make sense， 然后 with different angle and Alpha story， 一样 backtest 从2020年到2024年。所以我给他这个 prompt， 其实我也是要试他会不会找到东西，所以他会给你这边他直接给你3个 suggestion。OK， 以往我们要自己去想 alpha idea 啊，或者是我根本不懂要怎样想，而且还有 coding 的 barrier。但现在的话，你就问 AI， 然后你给他一些 context， 比如说你要 description， 我刚才没有给他 description 的，所以好像刚才一开始 spot money index 那个有 description， 他有知道 OK 这个 index 是拿来干什么的，到时候他就这边可以自己去 generate 自己的 story， 然后去用什么 model 适合的，他自己去选。所以这边suggest 有3个 alpha， 他自己去 test， 同时 test 3个 alpha。所以的平常来讲，我们是要一个一个去跑，而且单单每一次拉出去就拉很久的时间，因为你还要做 pre-processing、做 resampling， 然后 data massaging、data cleaning 这些步骤吧。在这边的话，已经是全部，它已经先，因为这边全部是非常自由的。OK， 好像你是 Agent MD 这边，你可以去定义说你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能犯。那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让 AI 在这边去 study 的，这个 by default 都有，而且你要改，在这边也是可以改。我跟你说，你可以改任何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里面。所以我们看回这个 chat 的话，说他就自己去跑，他就跑了。我跟你说，你就跑，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equity curve 是非常的健康漂亮，你可以看到 back test 跟它的 forward test 都还是赚钱。然后他这边有时候他是用什么 model， 他跑了3个策略嘛，只有 alpha 1、alpha 2，所以他有讲这些细节，你可以一个慢慢看，我这里就不细讲。然后他用了什么 parent space 的这个 search file， 然后如果你这个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以问他我要用什么 optimization method 啊，他就会跟你解释。如果你不明白，所以他就跑出来，这个就他怎样去选他的 param， 他直接画这个图给你选，给你看他是怎样选的，然后OK， 说你拿到最后这个结果 ，OK，Sharp Ratio 多少？然后他还做对比两种不同的这个 optimization method， 一个是 1.06， 一个是 1.12， 所以有进步。然后那个 plateau score 也变高了，也就是说它更 stable。Whatever，OK， 这个是细节 technical。如果你们想对这种有兴趣，可以留言给我知道，我可以讲细一点吧。因为 public video 我很怕讲到太深，觉得很无聊，想睡觉，所以我会尽量把这些 technicality 的这些课题呢，我会放在 Discord 里面的直播去讲。OK， 或者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听，想要我把它变成一个专题来去讨论的话，那你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我是尽量能够讲的越白话越好，然后尽量让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量化交易的这个魅力。OK， 因为很多东西全部就是数据化，全部是有报告给你看，能 work 能不 work 不是我跟你讲，是数据自己跟你讲，你要不要判断要做也是你的决定。OK， 然后 AI 这个时代你一定要去适应，就是不要只是看到说 token 花了多少钱，而你要去看到这个 token 背后帮你省了多少 costing， 然后给你回来的这个报酬率是多少，你省了的 costing 包括你本来要请一个coder，一个月可能5、6千马币最便宜的，然后你还要去 host cloud 啦，然后还要去做 debug 这些时间的成本也是你看不到的，因为可能尤其是如果不是从业者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去学 code 什么慢慢学，你要花1年2年，你就用你的时薪
薪来换算的话，我就当做你一个月马币5000块的薪水就好了。你的时薪一个月做20天，一天做8小时，那你的时薪差不多是30块马币。你这样用30块这样换，而且到最后你还肯定学快不过 AI， 那你自己是知道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再加上这里是包含了这些数据，包括 Glassnode。Glassnode 一个月999块 ，CoinGlass 你买 Professional Plan 的话699，而且数据还不全，因为我们签的是 Enterprise Plan。所以 Enterprise Plan 的话，它是你看，比如说你买的是 Professional Plan，一年是8388美金，而且是还便宜过了的哦，这是 Build Yearly， 不然是1万块的。然后你看它的1分钟数据只有12天，12小时的数据也就有720天，2年的时间。而我们的这边是至少都有4年以上 ，OK， 我们有特别去签这个东西，所以在 NeuroBrain 这边你都可以全部能够调用得到，在这个 Data Dictionary 这边所有的数据源都在这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按照我这个逻辑尝试 build 在你自己的一个 environment， 自己用Codex。Cloud Code 也是可以 work 得到吧？你的 pipeline 那些全部要写的很 solid， 不能有漏洞。下单系统还有你的数据也是需要去另外买。如果是这4个数据源，我们1年是用了15万美金来去维护，还有一个 CoinGlass 我们会放进来。你单这样去买一个最基本的 plan， 我问一些学生，他们1年是花可能1万5美金一个数据源而已，他们5个人分，一个人出3000美金，你们自己可以去判断。我觉得这个受便不便宜是一回事，我觉得怎样都要去投靠 AI， 习惯它，然后不要只是看到花了多少多根，当然你要用的理智，用的够 efficient。可是有一个鸡跟蛋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先去花那个多根的话，因为一开始你一定是0嘛，所以你没有任何知识，你不懂要怎样省多根，怎样做 model routing 啊，多根 optimization 这些。可是你一定要用了，你至少知道在来回的路程当中，你知道有哪一些东西是重复的东西，你就可以有一些先写好放在你的 workspace， 因为这个 workspace 里面你是可以自由的去加 folder 拉进去，你 drag 进来就可以了的。所以这一个它就是你的 environment workspace。So that 你这样子也可以省多跟 which 这些课题都会在往后慢慢跟大家去讲啦。把那个重点还是我讲了，只是 theory， 你要自己去 on hands 去感受。第一，感受它的 powerfulness。第二，去明白到底要怎么是更好的去跟他沟通，跟他用，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员工。可是如果那个员工你不懂得怎么去 train 他，不懂得怎样给他好的资源，他其实也帮不到你做任何东西。然后第三就是怎样去用最低的成本，用更少的token拿到最大的结果。OK， 结果是肯定会被放大了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工具。可是你怎样用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的品味，我一开始有提到的品味、认知还有思路，全部东西都是代代相扣的，而且这些东西不是一天就有的，就是你要在用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它，去习惯。那就好像当初10年前大家开始习惯去用互联网这样子，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觉得很像很多 AI 大佬啊，像Jensen Huang 也好 ，Sam Altman、Elon Musk 也好，以后的公司就有2种，一种靠 AI 去到更高的境界，第二种就是没有投靠 AI 然后被淘汰的企业。Alright， 个人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深思这个事情。OK， 如果你这样简单直观对比一下，说8000美金一年。OK， 包括这个是更贵999一个月，就你乘到来一个月1000的话，就是一年是12000美金。那在 NeuroBrain 这边呢，我们分的 package 也很直接直观，就是50块美金跟200块美金。那这边你可以用的这个模型呢，是目前我们是接 Cloud 而已。过后我们还会接其他 OpenAI 啊等等其他的，还有甚至一些 local model 会更便宜一点。但是目前我自己本身用到来，我觉得 Cloud 是最稳的，然后也能够给到最好的一个方案。OK， 不包括你如果觉得它不够聪明，你也可以换 Opus。所以这边已经是非常够用，所以可以基本上来讲 ，Data Source 这个板块、这个因子啊、数据这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差钱，就是我们就是当做我们的一个沉没成本，然后我们发给大家一起去用，然后一起去研究策略。OK，so NeuroBrain 的这个 package 现在 offer 也很简单，就是50块一个月或者200块一个月，它是根据它的额度而定的。200块的话，额度自然也会高一点。而这些费用呢，全部是拿来去支付，好像云端运算啊 ，computation， 然后你看到下面这些 RAM、这些 memory， 还有就是当然大部分应该98%、80%全部都是 cloud 的这些费用。然后 data source 这边是基本上没有去特别去 incur 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可以讲说是一个我们sunk cost 付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去用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时机点，还可以用这个便宜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争取去用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也很新，以后还会注入一些 agentic flow 的这些功能，然后可以自然而然让 AI 自己去延伸研发策略。那这个大家可以去 explore 看看 ，OK， 先用可能一个便宜的50块，当做你买一个 AI model 这样子去试试看也行。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影片，想要我多做关于 AI 量化交易的话，可以多留言给我知道，按点赞，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然后想要听各种其他不一样的课题的话，关于量化交易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OK， 所以这里是安生丹 Balena Quant X NeuroBrai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Peace out， 拜拜。